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宣布，公司下一代 AI 芯片平台将于2026年推出，由 Rubin 家族芯片组成，包括 GPU、CPU 和网络芯片。下面这条，资产管理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来指导投资决策，追踪投资组合管理者的习惯，并寻找赚钱机会。下一条，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持续并购，业内人士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2022年，原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的并购支出增加至234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后为2012年以来最大值。下面这条，俄罗斯天然气巨头 Gazprom 近年来亏损严重，净亏损69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俄乌战争和制裁导致销售额下降。整个俄罗斯经济也开始在战争支出和制裁的双重压力下破裂。虽然俄罗斯迄今为止的表现好于预期，但美国主导的制裁正逐渐扼杀其经济。拜登政府暗示将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战争生产可能即将达到顶峰，设备短缺的问题凸显。接下来，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失去议会多数席位后，开始与其他政党会谈，以组建政府。该党自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带领其结束种族隔离后，一直保持议会多数。下一条，特朗普因伪造文件而被判有罪，可能导致市场波动，但这对投资者来说不一定是不利消息。专家认为，这是投资者买入的机会，因为市场会继续关注最重要的方面，即经济。接下来这条，欧洲电力市场上，大量清洁电力涌入电网，导致价格低于零。这种现象频繁发生，令投资者担忧其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电力交易与石油和天然气类似，负价格现象并非新鲜事，但近年来频发。解决办法是建造更多电池来存储多余的电力。让我们关注，卡塔尔航空接近就向波音和空中客车采购约200架飞机做出决定，包括空客 A350 和波音 777X 机型。最迟可能在英国范保罗航展上做出决定。接下来这条，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美联储失去独立性面临重大风险，受政治干预影响加剧。44%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回归白宫后可能会将央行政治化或限制其权力。接下来这条，阿联酋航空总裁敦促波音任命一位工程和商业专家，帮助波音彻底整顿，解决其近期信誉危机。阿联酋航空表示，波音可能需要5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生产，满足现有的和新的飞机需求。接下来，美国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电动汽车政策会损害汽车制造业并牺牲消费者利益。然而，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选民对电动汽车的实际担忧更多，例如充电问题。一些民主党人在面对共和党攻击时，在电动汽车问题上立场不够明确。接下来这条，通货膨胀和利率飙升让美国人疲惫不堪，提供优惠和生活必需品的公司从中受益。折扣零售巨头 Ross Stores 和 TJX、Dollar General 等公司报告业绩超预期，并计划扩大实体门店。相反，包括 Burberry 和 LVMH 在内的奢侈品零售商则面临奢侈品支出放缓的困境。接下来这条，新日铁副董事长将再次访美，探讨收购美国钢铁的交易，未获得监管部门批准。新日铁考虑出售部分资产，但其认为资产出售并非交易完成的必要条件。接下来这条，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本周5张关键图表同市场恐慌中，中国显示供应充足，罗布斯塔咖啡价格波动剧烈，连续3个月上涨。美国石油行业再现大宗收购，基金对欧洲天然气价格最乐观，自能源危机前以来首次。石油并购浪潮持续，科诺菲利普斯拟收购马拉松石油。最后为您播报的是 Skydance 修改报价，向派拉蒙股东提供每股15美元的选择权，溢价约 26%。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